无所畏惧，收视率破案，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。毕竟这意味着在座的诸位都追对剧了，咱们的审美都是整齐划一的高。当下无所畏惧已经更新了总集数的一半，可是那个抢了罗英子老公，害罗英子卖房卖车的罪魁祸首温丽还没正式出场，受到应有的处罚。但好在罗英子比较坚强，当上律师之后也结识到了许多个既靠谱又有本事的朋友。就拿夏书来说吧，他爸是机关单位领导，他本人又十分心地善良。还有陈硕，别看他有个绰号是叫陈无良，但对待罗英子他可是很真诚的。当然了，罗英子成为律师后所结交的朋友也并非陈硕和夏书那样的大人物，他跟良城律师事务所的女同事秋华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。提起秋华就不得不感叹一下了，因为有朋友经常问我，明明同样是律师，为啥英子欠1000万买70万新车，秋华却只能骑自行车？对于这个问题，我觉得答案至少有3个。一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。罗英子的老公出轨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，虽说罗英子有权要求老公净身出户，但她老公早就带着小三去国外了，并且还在临走之前用罗英子的名义借了一大笔钱。所以真正意义上净身出户的人是罗英子，而不是她老公。但是呢，罗英子却在背负1000万贷款未还的情形之下，选择去买了一辆价值70多万的新车特斯拉。罗英子怎么就能如此豪横呢？难道就因为她分了5年去还车贷吗？要知道，即使罗英子选择是分5年付清，但她每个月还是要还1万多块，这对于她一个还欠着银行1000万的人来说，简直就是不理智的消费啊！但事实上话是这个话，理却不是这个理。罗英子之前工作了那么多年，私房钱肯定是有不少。2，罗英子的原生家庭是她最大的仰仗。秋华的父母是地道的农村人，知识文化水平都不是很高，所以也就只能在村里种点小麦和玉米养家糊口，甚至有一段时间他们连秋华的学费都要凑不齐了。反观罗英子的父母，俩人都是妥妥的大学教授，逢年过节的各种福利待遇应有尽有。罗英子小的时候不仅仅可以上学读书，还能被送去学习各式琴棋书画，跟秋华比起来简直就像是被宠成了小公主。况且大家可千万不要忘记，虽说罗英子的2套房子，一套被卖了，另一个被抵押了，但是她父母名下还有2套房产呢。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在于，罗英子可是独生女哦，这意着她父母的那2套房产其实就是她自己的。所以别说买70万的特斯拉了，就算她买辆200万的豪车，照样也不用担心她自己会承担不起。3，两个人的消费观截然不同。其实罗英子买70万的车确实是完全没有必要的，毕竟她买车的时候自己的工作还没确定下来，我记得她当时还没有成功的转为职业律师，而且她还要养着一个小阿姨兰兰，再加上日常吃饭美容美发所带来的开销，基本上每个月要花出去2-3万。至于罗英子当时的工资，没记错的话底薪应该是5000块钱，好家伙，罗英子这简直就是典型的入不敷出式超前消费呀。所以说归根结底还是罗英子跟秋华的消费观不太相同。秋华能买车吗？肯定是能买，哪怕买不起几十万的，也可以买个8-9万的低配凑合用。但是秋华是属于穷怕了的那种人，他从小到大都过得很艰苦，有了钱只会想着把钱存起来或者寄给父母，而不会第一时间拿来享受，毕竟他知道没有钱的日子有多么艰难。而罗英子从小到大就不差钱，她没有存钱的观念，更不知道赚钱的艰难，所以花钱就大手大脚，